再来关注美国防长奥斯汀的印度之行。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后，奥斯汀与印度防长辛格会面，就加强两国的军事接触和讯息共享进行了讨论。不过，在印度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问题上，双方显然存在巨大分歧。一旦 S-400按时交付，美国是否会对印度实施制裁？奥斯汀的回应耐人寻味。当地时间周六，印度防长辛格与到访的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谈，双方就军事合作、情报共享、后勤支持等举行了全面而富有成果的讨论。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印度军方与美军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之间的合作。I am happy to inform that we had a comprehensive and fruitful discussion with Secretary Austin and his delegation. We are keen to work together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 India-US 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奥斯汀表示，美国承诺与印度建立全面和前瞻性的国防伙伴关系，并将印度形容为美国在印太地区行动的支柱。And I reaffirmed our commitment to a comprehensive and forward-looking defense partnership with India as a central pillar of our approach to the region. 印度媒体报道称，中国议题是美印防长会谈的焦点之一。奥斯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不认为中印之间会爆发战争，但美国会与印度、澳洲和日本一起在印太地区合作，确保维持所谓航行自由，并使印太地区维持自由与开放。为彰显亲密关系，奥斯汀不仅将印度称为盟友、伙伴，还将美印关系定义为印太地区的堡垒。他把奥巴马的亚太战略升级为印太战略，所以的话呢，印度它的重要性在拜登时期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地位。美国和印度是占领我们说这个区域的东西两角，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中间的这两个支柱。实际上，自莫迪上任以来，美印关系得到飞跃性发展。美国已经与印度签署了4项基础军事协议，包括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一般性军事信息安全协议、通讯兼容性和安全协议和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这4项军事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美印之间达成了准军事盟友关系。在过去10年里，美国对印度军售直追俄罗斯，向印度出售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大型运输机、远程反潜舰和武装直升机等。2016年，美国宣布印度是其主要的防务伙伴，为向印方销售更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开辟了道路。据俄罗斯卫星网的消息，奥斯汀在访问期间就印度采购30架 MQ-1捕食者无人机以及超过150架飞机的大订单进行讨论。除了向印度推销美国武器外，奥斯汀另一项重要任务还包括说服印度放弃引进俄罗斯 S-400防空导弹系统。2018年10月，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价值50亿美元的 S-400防空系统协议。印度也成为继中国和土耳其之后第3个购买该系统的国家。按照计划，俄方将于今年9月至10月开始向印方交付首批 S-400。对于印度而言， S-400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印度空军防空武器装备主要来自俄罗斯、以色列，绝大多数都是过时武器。由于 S-400有向下集成的强大功能，利用其先进指挥系统，印度军方能够把同系列的 S-125和 S-300等纳入统一指挥和调度，以增加这些过时式防空武器的战力。这样既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购买新防空导弹，也避免过时武器的闲置，可谓一举两得。然而，印度引进 S-400防空系统却触痛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印方此举意味着未来印度仍将与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这无疑令美国非常不满。自2018年以来，虽然印度政府一直尝试获得美方豁免，但特朗普政府多次提出制裁威胁，并向印方提议使用美方提供的防空系统。美国一再警告印度，继续执行 S-400合同将使印度面临制裁的风险。最好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因为强行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系统，美国直接取消了土耳其的 F-35合作生产国地位，并且拒绝退还土耳其此前支付的9亿美元研发经费。目前，土耳其正在为起诉美国撕毁合约做打官司的准备。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不断向印度兜售爱国者及萨德系统，但这2个导弹防御系统实在比 S-400贵很多，也不能与印度既有的防空系统兼容，这让印度望而却步。美国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实际上也给予总统的一种权利，也就是可以豁免印度这个从俄罗斯进口军品所应遭受的这么一个制裁。
所以我认为啊，这个美国还会继续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个方面采取，无论从法律方面、从外交方面，还是从战略方面呢，它会向印度施加压力，减少印度对俄罗斯的军品依赖。另一个方面的话呢，这个美国它自己在这个印度的军品市场当中也会开疆拓土，给自己的产品呢找寻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市场。根据美国国务院2017年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任何从俄罗斯国防部门购买武器的国家都可能受到制裁。值得注意的是，在奥斯汀访问印度期间，明确重申了美方反对印方引入 S-400的态度。但至于是否会因此制裁印度，奥斯汀的回应耐人寻味。There's been no delivery of an S-400 system, and so that conversation, the issue of sanctions is not one that's been discussed. But we did address with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the issue of the S-400. So is sanctions on the table? Again, they have not acquired an S-400 system yet, so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for sanctions to be on the table. 有分析指出，美国发出的威胁具备一定可信度，但考虑到未来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制裁能否落到实处仍有待观察。从印度角度而言，在美国巨大压力下，仍不断推动 S-400的交易，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方面，印度确实希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规划与印度接轨，以彰显其大国地位，实现其所谓大国抱负。但美国此前对盟友和伙伴频频挥舞贸易制裁大棒，也让印度感到十分不安。另一方面，印度一直试图在大国之间搞平衡外交，不愿让自己的防务和安全牢牢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近年来，印度大有倒向美国之势，疯狂购买美国武器，不但造成地区局势紧张，还对俄罗斯的军工企业造成打击，导致俄印关系面临挑战。因此，外界预计对印度而言，选边站并不可行，继续在大国间搞平衡外交依然是首选。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印度已按照合同向俄罗斯支付高额定金，正在拟定后续付款机制，以便绕开美国制裁。对印度来说，俄罗斯是印度的一个老朋友，两个国家也没有什么突出的矛盾和分歧。而且的话呢，这个双方无论在战略上也好，无论在经济方面也好，无论在军事方面也好，有很多的共同诉求。所以我认为印度仍然会继续保持与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美国防长奥斯汀近期访问印度，大谈美印关系是所谓印太地区的堡垒，您对此有何观察？是的，美西，奥斯汀与布林肯在韩国相互道别，一个去了新德里，一个去了阿拉斯加，他们都肩负着拜登政府与东方两大发展中国家见第一面的重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当中美战略对话陷入令人头晕目眩的状态时，奥斯汀见到了印度的莫迪。瞧，在美国人自己看来，奥斯汀与布林肯的兵分两路，实际上仍然是一盘棋。但据我观察，奥斯汀此次印度之行，那才叫真正的务虚会。奥斯汀周六在会见印度防长辛格时唱了高调，他说，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行动的支柱。美国防长此话不假，英语单词 theater 有战区之意，也可翻译为剧院。若印度不买账，印太战区这个舞台可就缺了一角，支棱不起来。辛格接过话茬说，要确保两国的军事合作成为21世纪的重要伙伴关系之一。印度防长有所保留，在印度人看来，与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的确是有战略价值的，但也仅仅是之一。辛格藏在肚子里的大实话是，俄罗斯同样也是印度的重要伙伴。奥斯汀将美印关系比喻为印太地区的堡垒，这完全折射了美国拜登政府亚太政策的核心手段与目标，那就是通过与地区盟友的军事合作，构筑起一道遏制中国崛起的堡垒群。奥斯汀与辛格谈到了中印边境地区的摩擦，在奥斯汀的这个话术里啊，中国是以所谓侵略者的形象出现的，这其实就是在给印度鼓劲。美国主动献殷勤，印度却守住了战略定力，没有上当。在之后发布的这个美印防长声明中啊，
只字不提中国。如果将美国倡导的这个所谓的印太小北约比作为一辆战车，那么印度会买票上车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莫迪所领导的印度正处于一只手抓住了车的门把手，脚还站在地上的暧昧状态。莫迪在犹豫吗？未必如此。我甚至认为，他就想一直保持这样的暧昧状态。这一方面源于印度希望成为地区性霸主的独立战略思考，另一方面也由于美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些绕不开的结构性矛盾，让莫迪始终无法与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交心。另一方面呢，奥斯汀在会谈中明确提及了印度向俄罗斯采购 S-400防空系统的事情。那么，这会是一道导火索，在将来的某个时刻点燃美印关系吗？奥斯汀其实说的已经十分直白了，他说，美国的盟友应该避免使用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以免遭到制裁。但他随后话锋一转说，由于 S-400系统尚未交付印度，所以会谈时我们没有谈及制裁的问题。将军出身的奥斯汀他的外交辞令造诣还是有点基础的。这是一句绵里藏针的话，翻译一下就是美国保留对印度发起制裁的权利。这叫什么话嘛？印度买 S-400的钱早就付了，如果没有新的变数，这些装备将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交付。奥斯汀一脚把球踢到了莫迪那，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是的，S-400防空系统的采购问题的确是我刚才所谈到的美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它的本质是印度对俄罗斯军备采购的依赖性问题。我先说结论，无论美国高兴不高兴，制裁不制裁，印度都会硬着头皮继续采购俄罗斯军备。答案其实就在印度的国防军事力量构成里。印度陆军以 T-72M1、T-90坦克为主，印度空军以苏30 MKI 战斗机为中坚力量，印度海军的驱护舰队大多流淌着俄罗斯血液，就连他们目前唯一的航母威克拉玛蒂亚号都是由俄制的基辅级航母改装而来。换句话说，印度陆海空三军的核心技术兵器基本由俄制装备构成。若要听了美国人的谗言，断了这条对俄采购的路，那么印军的日常战备都会受到动摇。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对外军购有点像吸毒，买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一辆坦克、一架战机的全寿命周期，大部分的钱其实都花在了后续零备件的采购与日常的保养中。要想成功戒毒，就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起自主国防建设的底气。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也是目前印度的短板之一。目前，印度的国土防空主要依赖于空军的这个战斗机部队，大部分的防空导弹都属于相对落后的二代装备。在印度军方的眼里新德里的天空处处是漏洞。所以反过来说，印度向俄罗斯采购 S-400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换言之，如果美国在 S-400的问题上与印度纠缠不清，那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捡了芝麻丢西瓜。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